有人说，在修复自己的过程中，会经过4种颜色。紫色是静静躺在黑夜与黎明之间的忧郁，像是我们没说出口的委屈。接着蓝色慢慢蔓延开来，像是情绪渐渐平静下的过程。没有风，只有空气中的微光与我的呼吸。随着天色渐亮，五岭山脚的翠绿从远方显现出来。那是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也是重新出发的颜色。接着是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再也藏不住的热情，是值得被好好记住的瞬间。紫色、蓝色、绿色、红色，是淤青从疼痛到痊愈的颜色顺序，也是在五岭被疗愈的心路颜色。那些没说出口的疲惫，一层一层，随着天色变化，被山风轻轻包起来。这是我骑车上山，一点一点，从身体到心灵，慢慢被五岭疗愈的颜色。8点49，现在时间22点05，今天2点45，全家国信店。其实这趟五岭之旅原本根本没排。上个礼拜六，我们才刚上完一堂摄影课。课后聊天的时候，朋友突然讲了一句：“有人在约五岭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于是我们3个一拍即合，决定礼拜3晚上就出发，礼拜4一早到五岭看日出。这次的路线原本打算走台七接中横，还好前一天晚上有去过五岭的朋友和我说走台3会好走很多，很庆幸我们最后是选择了走台3，因为骑回来发现晚上的中横想必是很恐怖。因此这次的路线是走台3到台中，再从台中西进五岭，接着走中横接北横到宜兰，最后接回台北。详细的路线图我会放在说明栏下面，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虽然这次的旅程很临时，但也正因为这种说走就走的冲动，才让人记得特别深，特别真实。周3晚上8点半，我们约在松山的轮胎城集合。朋友要在那边租一台 Suzuki 的 V-Storm 250，前往五岭。那天晚上我们大概9点出发，城市的灯火还亮着，但星已经飞到五岭上了。行李我只带了一件防风外套，还有拍摄的设备。说实话，期待是大于紧张。你知道有些旅程不是你安排的，是他自己出现的，我们只是刚好答应了他而已。现在时间22点05，台七莱尔富。晚上10点05分，我们穿过依旧灯火通明的台北市区，来到熟悉的台七莱尔富。因为 V-Storm 250是白牌，虽然动力上其实跟我的 CB300R 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法规，我们只能选择走一般道路。深夜的台3线没什么车，也没什么声音，只有前灯照亮的弯道，还有身边夏夜里那股微凉的风。我们也就这样一路骑到了苗栗的新雪霸门市。12点24 ，7 新雪霸门市。没有，马得油，看两这个马得油，噔，好，这样。再跳一次。还要跳一次哦，再跳一次，来。虽然旅途才开始没多久，但这一段宁静还有带一点冒险感的骑程，已经让我们开始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转弯，还有每一段路。现在时间2点45，全家国信店。凌晨2点45分，
我们一路沿着台三线来到了全家国姓店，简单进去补个水，买个咖啡，也在店里的墙上发现了一块留言板，上面贴满了来自全台各地前往武岭的旅人们。我也拿了纸胶带，在上面写下了我的频道名称。也许一张小纸条就能串起不同骑士之间一段无声的共感。凌晨3点38分，我们抵达了益田加油站，骑过了台21线，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天冷，在这边做最后一次加油。从这里开始，气温明显的下降。我们在加油站短暂停留了一下，四周也开始出现一群群的车友，每个人都还没开口说话，但彼此都知道我们正在走一条属于骑士的朝圣之路。4点28，离预计的日出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停在全台最高的 Seven， 套上外套，调整装备，准备进入最终的攀升。目标是在日出之前登上武岭。山路在黑夜里蜿蜒，我们沿着光照不到的地方骑行，直到天际线开始浮现一抹紫光，像是谁悄悄地划开夜的布幕。接着是蓝色，淡淡的蓝渗进四周的山影，让整条路上蒙上一层朦胧的光雾，好像一种梦境，也好像一种回忆。温度也在逐渐的下降中，不只是冷，而是一种像满月时山谷会响起远方狼嚎的那一种气氛，孤独但充满力量，宁静却有某种召唤。人们总是忙于往常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时间空间囚禁。而来趟武岭看日出，会想起自己才是主宰，一天什么时候开始由自己决定。当太阳快升起时，也是这趟旅程走向它最震撼的时刻。我们抵达武岭的那一刻，太阳正准备好升起，天气泛红，空气微凉，四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家的脸上都写着一样的期待。站上牌楼，视野一下子打开，仿佛来到了世界的屋顶。从高处俯瞰，云海静静地铺展在脚下。太阳浮出地平线前的5分钟，是这趟旅程中最安静，却也是最澎湃的时刻。那一刻，大家只是站在风中，感受呼吸，身体是冷的，但心里却是暖的。太阳从山头升起的一瞬间，仿佛有一道光照进了心里那个一直被默默等待安慰的角落。那刻不只是暖阳洒在身上，而是整个人都被重新点亮了。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给我们温暖，但大自然可以。也许你早就忘了那个曾经想骑车逃离城市，只为看一次日出的自己。但我想告诉你，真的值得，哪怕只是一个早晨，或是短短的一刻，都会让你重新记得你还能出发，还能感动。6点50，合欢山瞭望台。你帮我看。时间来到了6点50分，看完日出之后，我们沿着武岭的另一端往山下前进。途中经过了合欢山观景台，
我们在这边稍作停留。身体还没从凌晨的寒气完全回暖，其实在山下下山的每一刻，真的每一个转角，每一道光线照射下来，反射在山壁上，甚至只是两旁的松林，还有远处的云雾，真的都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来拍照、发呆、沉淀。因为一入林的关系，我们必须继续骑行，但仍然不想这段旅程这么快结束。我们用一点一点的停留，在每一个舍不得离开的瞬间，让离开变得缓慢，让这份感动能多留一些时间。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份担心其实真的是多余的，因为接下来的中横美的几乎就像是武岭的延续，只是换了一种语言，但仍然是同样的震撼与疗愈。从武岭下山之后，我们一路沿着台14甲前进，直到道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窄窄的入口，我们就往左转。那是一条低矮又昏暗的隧道，抬头往上看，它的名字是合欢山隧道。但更惊人的是，其实它就是整条中横公路的起点，也就是台8线的开端。很难想象，这么一条狭小又不起眼的通道，竟然是贯穿整个台湾中央山脉的通道。穿过隧道后，前段的中横景色，老实说，比起刚离开的武岭，少了些磅礴与壮阔，但多了一点神秘与原始的味道。沿着蜿蜒的山路一直往前，我们骑到了台8线的88公里处，这里是很多车友都会停下来打卡的地标。山路中的88K 不只是公里数，更像是某种旅程的里程碑，就好像很多骑车的车友都喜欢拍仪表板上的数字一样，代表我们曾经骑过的旅程。我们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拍了一张合照，顺便休息一下，让节奏缓一些。这段旅程到这边其实已经蛮累了，但累得很踏实。现在时间是8点16分，我们在梨山的 Seven。如果我掉下的话，你们再来找我就好了。我相信你们找到我的。我们现在在梨山的 Seven， 然后太累了。他前面看。8点16分，我们来到了梨山的 Seven。梨山应该算是整段中横里唯一一个比较规模大的聚落了。这间 Seven 也几乎是整条路上唯一的便利商店，是很多车友登山客的重要补给站。也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也来这边购买东西。我们一停好车准备休息的时候，我的朋友 Dilson 发现他 SM250 的水箱精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漏光了。其实还蛮慌的，因为身处在一个不熟的地方，但还好我们遇到了蛮热情的在地人。我们询问了附近杂货店的老板，还有一位骑挡车的阿伯，他们建议我们可以到下面的加油站，去加油站购买水箱精。于是我们下滑到梨山的加油站，果然是顺利买到了。说到这里，也要称赞一下这趟旅程中遇到的每一位加油员，手真的都超稳，而且超细心的。平常在台北，我都不太敢去人工加油，因为油常常会溅的整个油箱都是。特别是我的车是 CB300R，
油枪的中间有一根挡杆，常常不熟悉的人就会把油溅出来，所以我都是去自助加油。但这次因为是在山上，只有人工加油的关系，还是只能加了。也是在这次发现啊，每一位加油员都超级的专业，加油加得又准又干净。从骊山离开之后，这段路对我来说应该是整趟旅程中最美的路段了。道路沿着山势蜿蜒，两旁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果园，还有顺着山壁铺展而下的梯田。那种景象就好像国小的时候在地理课本里插图突然活了过来的感觉。冲积田、阶梯、茶园，还有那些隐身山谷的聚落，全部都真实的展现在眼前。中横这段山路有一种节奏感，会先从山上滑下来，穿进深谷，可以看到右边的河床，再随着道路往上爬回山脊，然后再重复，就像在群山之间穿梭织网，一路在云雾与阳光之间起伏。途中也可以看到各样奇特的景象，比如说房子是建在山坡上的，要往下采茶，可以透过房子垂直往下到茶园中。骑在路上骑一骑，有时候往左右两边看，甚至会脚软了一下，因为高度很高，也可以直接的看到山谷里的小溪流，还有山谷里的菜园和茶园。很佩服当年开凿这条路的人们，这些工程不只是为了让聚落的人可以走出大山，通向城市，也让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旅人有机会进到这片没有被喧嚣污染的世界里。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静谧感，仿佛一脚踏进了时间变得缓慢的空间。在这边，人们都骑着挡车，放慢步调，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现在时间9:41，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南湖大山的登山口，在这边休息一下。9:41，我们到了南湖大山的登山口。其实是在路上骑一骑，我们发现右边有一处空地，就想要在这边休息一下。抬头看才发现，原来这就是南湖大山的登山口。这里的气氛跟刚刚经过的每一段都不太一样，空气变得比较湿，阳光也从浓密的树冠之间洒落下来，一条一条的光柱射进树林里。眼前是一片密集的原始森林，高耸的大树，浓密的林荫，可以听见鸟鸣还有风在森林里面穿梭的声音。南湖大山是台湾百岳之一，标高超过3000公尺，也被誉为帝王之山。很多登山的朋友都有跟我提过南湖大山这一座山。今天只是从山脚经过，我就已经感觉到它那种树立充满力量的气场。在这一段路，我也和朋友交换了车，我骑了他的 Suzuki V-Storm 250，整个骑姿都有明显的差异。这种越野车的骑姿比较挺，过坑洞的时候也舒服很多。不知不觉，我们也来到了一个管制点。其实，在这趟旅程，我们并没有预计我们会经过管制点，但还是遇到了。整段中横有很多处都在施工的地方，那这一段看来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边等4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我们在这边把包包放在地上，就这样在地上躺了30分钟，直到整点，
也就是11点的时候，终于放行了。建议大家，如果你也是走武岭从中横下来的话，可以先查一下中横的路况，看看有没有管制点。然后记得背包里也要放一些吃的，或是一些水啊、咖啡，避免体力消耗的太快，因为有时候可能管制点就要等1到2个小时。在经过了管制点之后的景色可以说是越来越漂亮。我们还是一样，在中横，只要在没有车的地方，我们看到风景很漂亮，都会在蓝牙耳机中3个人同时哇了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车往路边停下来拍照。走完了中横，我们顺着山势往北，正式进入了北横的段落。原本的计划，我们还想一路沿着北横骑到宜兰，再从宜兰沿着滨海绕一圈，再借由北宜回台北，完美的一个收尾。但理想归理想，现实是呢，我们真的累到不行了。虽然一路上的风景真的很美，但那种电力快耗尽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决定直接进入宜兰市区，吃个东西，坐着休息一下。12点45分，我们来到了阿娘给肉羹。喝到热汤的时候，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我们继续启程，从宜兰接回北宜，骑到了熟悉的北宜观景台。这里对于许多骑士来说，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站，但在我们今天这趟武岭的旅程里，它是在终点线前的回望。这条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山道，今天多了一层收心的感觉，不像以往那样热血，反而像是一条回家的路。整段的区间我们也都没有等，就是时速40几的一路往回骑。这趟说走就走的旅程，我们从晚上8点半出发，一直到隔天的下午3点半才回到台北。整趟旅程大概19个小时，横跨了台北、台中、南投、宜兰，从市区的灯火一路穿越黑夜，翻越高山，流经七股，再回到城市。骑过最冷的深夜，也看过最暖的日出，在山轮间奔驰，在便利商店歇脚，疲惫到极限，也兴奋到发抖。但在回望这一天时，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值得。如果你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出发，那我想说，你真的该来一趟。不需要完美的准备，也不需要很厉害的车，甚至不需要一个很大的理由。只需要一点点的冲动，一个朋友，还有一点点相信自己能完成的心。当站上武岭，看着阳光穿越山峦洒在脸上，你会发现这不只是骑到了一个高点，而是把自己带到了久违的自由里。这是一趟用轮胎写下的记忆，也是一段属于我们的一日武岭。